李长寿突然感受到了两道没太多好意的目光，他也没有去探究什么，淡定地对九九道了一声谢，又转身对有秦玄雅和袁清拱了拱手，而后就退到4个人身后静静站立。那两道目光自然是来自另外2个人的，身着浅黄罗裙的刘燕儿，一身青色道袍的王琦。这2个人都是这一代弟子之中排名靠前的反虚境好手，2棵上好的仙苗。他们刚才的目光虽然没有好意，但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恶意，最多也就是有些嫌弃罢了。李长寿静静而立，听着外面不断传来的破空声，一批批弟子在各位仙人护持下升空而去。他也分出了一缕灵石，检查了一下自己身上的几件储物用法器。其实这几件法器之中所存放的物件都一模一样，丹药、法器、灵石等都等分成了3份。在左手手腕上的手环是主储物法器，为了以防万一，在脖子上的吊坠是备用的储物法器，为了以防万一的万一，在大腿上绑着的布带是备用加备用的储物法器。外出历练嘛，多做准备总归是没错的，尤其还是要去北距泸州那种险地。这一次李长寿也是把自己大半的家底都给带上了，另外的小半给了师妹防身。小半日后，一只巨大的葫芦在殿前缓缓升空，九九仙人抱着胳膊站在葫芦嘴上方，气势颇为不凡。几名年轻弟子静静地立在葫芦各处，都是站得稳稳当当的。等葫芦飞出大阵，九九仙人双手掐起法印，酒葫芦散发出了一缕缕浅绿色的光芒，在外围布置了一层薄膜，隔绝了外部的风声。而后手指对着西北方向一点，酒葫芦开始缓缓加速。都放松点儿，别紧张，出了山门没那么多规矩了。九九打了个哈欠，自顾自地在酒葫芦嘴处坐了下来，2条小腿搭在葫芦嘴两边，毫无形象地向后一靠，随手拿起自己腰间的酒壶，嘴边已经露出了满意的笑意。慢慢地抿了一口，九九脸蛋泛起了少许红晕，将呻吟声化入风中，整个人都散发出了一种满足且舒适之感。而后扭头打量着后面的5个年轻弟子，离他最远的就是坐在葫芦后端的李长寿。李长寿与其他几个人都隔了一小段距离，身体也一直保持着紧绷的状态，并没有如其他人那般打坐修行，左手指尖摁着2张黄纸符箓。刘燕儿和王琦在葫芦中部，此刻也都是静静的调息。离着九九最近的是有心玄雅，他就在九九身后的1尺处打坐，那把大剑也横在了身前。在有情玄雅的身后，那位风度翩翩的袁清正温声道：师妹，这次我一定助你寻到焰火明星草。有情玄雅却略微皱了皱眉：袁清师兄不必为我费心，这是我自身修行之事，无需旁人插手。多一个人总归是多一份机会啊。有情玄雅并未多说什么，继续闭目打坐，身周有一缕缕火焰般的气息环绕，美得毫无死角。九九在旁边看的也是一乐，对着袁清挑挑眉。袁清做了一个无奈的表情，继续在有情玄雅的身后3尺之外打坐，嘴角的笑容渐渐淡去。又是一场落叶有情而流水无意的好戏。九九抿了一口仙酿，意犹未尽，回味无穷，却只能恋恋不舍地将葫芦挂回腰间。他倚着葫芦嘴的边沿，仰头看着蔚蓝天空下的云舒云卷，略微有些出神。如此飞了一阵，九九又忍不住去摸腰间的葫芦，但动作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顿住了，在那儿道了句：
要飞去北距泸州还要2天3夜，你们就打算这么打坐？哎，那个王琦，你给师叔唱个小曲儿。九师叔，我哪会唱曲儿啊？那你们谁会？长寿，你会不？李长寿面色凝重地摇了摇头，反而施展传声之法，对九九提醒：“师叔，后上方云中似乎有道人影。”九九抬头看了眼，不动声色地对李长寿传声回来：“偌大的五部洲之地，能飞天遁地的炼气士不计其数，别大惊小怪的。这里离咱们渡仙门又不远。”话虽如此，九九还是将仙石散开。不多时，大葫芦御空的速度也开始平稳地减慢。又片刻，大葫芦悬浮在空中安然不动，九九依然松松垮垮地坐在那儿。不知云上这位道友跟了我们这么久，有何贵干呢？顿时，葫芦上打坐的4个人立刻睁开双眼，而一直观察后方的李长寿右手缩回了袖中，手指扣住了自己的储物法器。后方云上，一道魁梧的身影飞了出来。此人身穿锁子甲，面容粗犷，浑身上下的气息凝实厚重，背上挂着一只巨大的斑符。仙人。李长寿仔细地感应着，这个人似乎是未成仙多久，并没有给自己多少威压。隔了100丈，这魁梧汉子对着九九抱拳：“我乃东神州红灵国殿前守将，特来护卫六公主殿下。若有冒犯之处，还请仙长勿怪。”六公主？九九头一歪，打量着后面的2个女弟子。李长寿的目光也下意识地落在了脸蛋儿微圆、稍有些烟火气息的刘燕儿身上，但刘燕儿却看向了另外一位年轻女弟子。就听有清玄雅用一种极其冷淡的口吻开口：“回去吧，不必为我费心了。”公主，殿前守将，在我们要去北距泸州的时候突然现身。李长寿的鼻尖轻轻一耸，嗅到了某种套路的味道。殿下，末将是奉国主之命前来，如此回去实在是难以复命。敌国近来蠢蠢欲动，国主担心他们会暗中对您出手。殿下，还请允许末将陪您出行，待您回返渡仙门后，末将自会回返。有清玄雅轻轻皱眉，那张原本没什么表情的美丽脸蛋上，此时也多了少许的无奈。元清开口劝道：“玄雅师妹，咱们要去北距泸州，那里到处都是险地，多了宇文将军，也能多一个人照应。”李长寿突然开口：“元清师弟，此前就认识这位将军吗？我刚才并未听着将军自报姓名。”“不错，我与玄雅师妹一同长大，也一同拜入了渡仙门中。这位将军名为宇文灵，是玄雅父王最为信任的将领，平日里负责守卫在玄雅父王身旁。这次他赶过来守卫，显然形势当真有些险峻。”原来面瘫女和大暖男还是青梅竹马。李长寿拱了拱手：“是我多言了。”六公主殿下。宇文灵皱眉喊了一声。有秦玄雅看向趴在葫芦嘴上的九九，目光流露出了少许的请求。不碍事不碍事。九九仙人趴在葫芦嘴边摆了摆手：“既然是你家的护卫，那就一起吧。一个刚成仙的大块头，在咱们手里也翻不起什么浪。这个大块头，去葫芦后面坐着吧，稍后不要乱出声。让你跟着其实也是不妥，好在门规中没有限制入门弟子外出不能有自家护卫跟着。”多谢仙长。言罢，这大块头背着巨斧飘向了大葫芦后方。九九手指一点，大葫芦周遭的仙光缓缓打开一条缝隙。李长寿见状，不动声色地朝着旁侧走了2步，又从旁侧绕到了葫芦最前方，拱手问了句：“九师叔，弟子可否在您身后坐着？”“怎么，你都100多岁了还怕生？
过来坐吧。你师父说你是谨小慎微的性子，还真是没说错。李师兄，请坐此处。有秦玄雅主动起身，略带歉意地对李长寿一笑，主动向后退了2步。劳烦了。李长寿点点头，也不顾后面那2道略微犀利的目光，淡定地坐在有秦玄雅刚才的位置。这2道目光依然是来自刘燕儿和王琦，显然是对李长寿这般排外有些不满，应该是觉得失了他们渡仙门弟子应有的气度。李长寿自然选择无视。99仙人继续玉葫芦飞天，朝着北方行进。刘燕儿和王琦似乎是为了嘲讽李长寿，还特意去找宇文灵攀谈。然而宇文灵这魁梧大汉却是沉默寡言的性子，3个人之间好一阵尬聊，天几度被聊死。还是袁清有些听不下去了，主动加入了聊天，才让氛围顺畅起来。李长寿却是看都不看后面，右手始终缩在袖口，一缕缕灵石在自己身周散着。决定亲自去北去泸州前，李长寿也曾经深思熟虑，并提前找自己相熟的百凡殿执事打听明白了。这次护送门人弟子过去历练的仙人，就是前几次负责这个方向的99仙人。99修行虽然尚不足1000年，但是实力非同小可，更有着一身厉害的神通，也有几件掌门亲赐的厉害法宝。据说自身修为境界更是已经接近了天仙境。正常炼气士成仙后的境界，依次是元仙、真仙、天仙、金仙、大罗、混元无极，这被称之为天仙道。更重要的是，99是少数几位跟自己师父有点交情的门内仙人。李长寿原本觉得前往北去泸州历练者本身就是少数，有这位仙人护持左右，总比自己独自前往北去泸州要安全得多。只是不曾想，半路上突然出现了这般状况。用视线余光瞥了眼袁清和宇文灵，李长寿的心底暗自思量，慢慢地闭上双眼。他却是无心修道，一直保持在随时可以出手施展风遁的状态。还好，离这9师叔近一些，能多一点安全感。只抿了那么一小口，离着那边还远，误不了事儿，误不了事儿。葫芦嘴上跨坐着的9仙人发出了一阵奇怪的笑声，抱着自己的装酒葫芦又偷偷地抿了一嘴，脸蛋儿顿时变得潮红，还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唇。果然啊，还是找一个理由离队，独身前往吧。老子在上。半日无话，日暮西斜黄昏过，已是繁星满天斗。坐在这10多丈长的葫芦上，周围伴着飘渺的仙光，鼻尖嗅着淡淡的酒香。李长寿捧着一卷竹简，在那儿静静地读着。其他几个人已经入定修行，包括坐在那最后面的宇文灵。99双目半睁，斜躺在大葫芦前端，任凭风吹着自己有些乱糟的短发，模样确实与常见的仙子大相迥异，也可以说是个性十足。李长寿静静地品味着书简中所记载的道术，推演着道术如何运转，但他周身的灵石依然没有收回，持续监察附近10丈范围。因为之前有过刻意的警惕性训练，这对于他而言也并非是什么负担。一只酒葫芦突然出现在视线面前，李长寿面色凝重地摇了摇头：多谢师叔，弟子不善饮酒。无趣。99翻了翻白眼，从葫芦嘴的塞子上跳起，坐在葫芦嘴边缘，轻轻地晃着全身最洁净的区域，那双纤细的小腿，打了个酒嗝。99像是不经意地问了一句：长寿，你师父快成仙了吧？
渡劫应该就在3-5年间了。李长寿将书简放在腿上，注视着眼前这位九师叔。九九其实是自己入门之后100年中去过小琼峰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。九九叹了一口气，故意用一副老气横秋的口吻，背对着李长寿教育道：当年我们几个相交不错，可惜了你师父，本来资质也是不错的，但受了一次伤后伤了道基，到现在都无法补全。长寿啊，其实不要看你师父还没成仙，他对咱们斗仙门的道法理解都是不输任何千年仙的。师叔说哪里话？我师父一直倾尽所有教导我与师妹，对我们而言，师父便是父母一般。话说你修为怎么搞的？这么多年了才化神9阶，反虚都悟不透吗？本师叔刚入门的时候就听人说你们小琼峰坏了运道，这么看来还真是错不了。手拿过来，本师叔给你看看资质。我记得你入门时资质还挺不错的嘛，不是？可别真的是被那个糊涂师傅给搞糊涂了。李长寿顿时眉头紧皱，虽然眼前这个九九师叔是好意，但是这要是被接触身体来探查，对方更是真仙境的高手，自己用法诀隐藏的修为铁定要暴露啊。九九已经朝着他伸出了散发着酒香的右手，李长寿下意识的就往后挪了一下屁股。师叔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这恐怕有些不妥。男女授受不亲？这话谁说的？我听都没听过。我被炼气士追求的是无拘无束，逍遥于世间。俗世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礼法，管那个啥？快把手伸出来！你莫不是修行出了什么差错？我记得你资质不是挺好的吗？师叔，这不太妥当。弟子前几年突然就有了与女子一接触就会浑身抽搐的病症。李长寿瞬间站起身，脚步转动，身形带出了2道残影，动作圆转如玉，直接出现在了有秦玄雅的身后，满脸苦笑地看着九九。